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陈默缓缓掏出一部看起来很旧的手机。5分钟后，我让你滚出临水村。他的声音不大，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。全场死寂，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。张勇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演戏呢，叫人，你叫天王老子来都没用。他索性搬来凳子，翘着二郎腿，点上一支烟。我今天就看看5分钟后是谁滚。不到4分钟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划破村庄的宁静。一辆黑色迈巴赫冲进村委会广场，车门开了，那个张勇最崇拜也最恐惧的身影走了出来。此刻的王彪脸上没有了往日的霸气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肉眼可见的惊慌和谄媚。张勇脸上的嚣张瞬间凝固，变成了极致的恐惧。一股热流瞬间从裤裆涌出，在全村人的注视下，他竟被活活吓尿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临水村的夏日午后，村委会门前聚着几个老人。陈默从远处走来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。他走路的姿势很直，步伐稳健，这是当兵留下的习惯。默娃回来了。林叔放下手中的茶缸，朝陈默招招手。陈默走过去，恭敬地叫了声：“林叔，你这孩子在部队待了几年，还是这么老实。”林叔打量着陈默，听说你要办什么手续？土地承包的事。陈默擦了擦额头的汗。就在这时，村委会里传来一阵喧哗声。一个穿着花衬衫的胖男人从里面走出来，脖子上戴着粗金链子，手里拿着一叠文件。这是张勇，村里的能人，也是让许多村民又敬又怕的人物。张勇看到陈默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：“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兵哥哥吗？退役了。”陈默点点头，没有接话。我说：“默子，你当兵这几年，家里的地都荒着，你妈一个人多辛苦。”张勇点燃一支烟，吐出一口烟雾。现在回来了，打算干啥？种地。陈默简单的回答。张勇哈哈大笑：“种地？现在还有人靠种地发财的？我跟你说，时代变了，现在是合作社的时代，规模化经营。”他走到陈默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我张勇现在跟着市里的彪哥混，你知道吗？彪哥搞土方工程起家的，现在势力大着呢。”陈默的眼神平静如水，既不反驳也不赞同。“你看看我现在开着奥迪，戴着金表。”张勇炫耀地抬起手腕：“这就是跟对人的好处。你当兵几年，除了一身病，还能有什么？”林叔在一旁听不下去了：“勇子，默娃当兵保家卫国，怎么能这么说？”“林叔，我没别的意思。”张勇收起笑容：“我就是替默子可惜，好好的年纪去当兵，现在回来一无所有。要我说，还不如当初跟着我干。”陈默从始至终都保持沉默。他进了村委会，办完手续就离开了。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，都摇头叹气：“默娃这孩子性格太老实了。”“是啊，当兵当了几年，回来还是这个样子。”张勇说的也没错，现在种地确实没出息。你看张勇跟着彪哥混，多风光。张勇听到这些议论，更加得意：“乡亲们，我张勇从小在这村里长大，什么时候骗过大家？现在机会来了，大家跟着我干，保准都能发财。”“什么机会？”有人问。“合作社的事，过2天开会我会详细说。”张勇神秘地笑笑：“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。”傍晚时分，陈默回到家中，这是一座老式的平房，院子里种着几棵桃树。他的母亲
正在厨房里忙碌，听到脚步声，转过头来，墨子回来了。陈母的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，但眼中充满慈爱。手续办好了，办好了，妈。陈默放下肩上的包，走到水龙头前洗手。明天我就去地里看看，那块地荒了2年了，怕是不好弄。陈母盛了一碗米饭递给儿子。村里人都说种地没出息，不如跟着张勇干。陈默接过碗，缓缓说道：“妈，地是我们的根。”陈母看着儿子认真的表情，心中既欣慰又担忧。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性格倔强，认准的是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墨子，妈不是不支持你。陈母坐在儿子对面，可是你看张勇现在多有本事，村里人都羡慕。妈，您觉得张勇真的有本事吗？陈默放下筷子，看着母亲。这个，陈母想了想，至少他现在有钱，开车，戴金表，这些都是表面的。陈默摇摇头，真正的本事不是这样的。陈母不太明白儿子的意思，但是看到他坚定的眼神，也就不再多说什么。夜深了，陈默独自走到村后的田地里，月光洒在这片沉睡的土地上。他蹲下身子，抓起一把泥土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。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气息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泥土。陈默在部队时学过地质勘探，他隐约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地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默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，他带着工具，仔细勘测土壤的成分和结构。村里人看到他在地里挖挖弄弄，都以为他是闲得无聊。第3天上午，陈默在田地里遇到了王大爷。王大爷是村里的老农，种了一辈子地。墨子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王大爷好奇地问。王大爷，我在检测土壤。陈默直起腰，擦了擦手上的泥土。这块地有些特殊。特殊？王大爷笑了。我在这里种了几十年地，能有什么特殊的？您仔细想想，这里种出来的庄稼是不是比别的地方长得好？陈默问。王大爷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还真是，这块地肥着呢。我家种的菜，城里人都愿意高价收，这就对了。陈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里面装着土样。王大爷，这土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王大爷紧张起来。不是坏问题，是好问题。陈默笑着说，这土里面有宝贝。王大爷半信半疑。什么宝贝？硒元素。陈默说出了一个王大爷听不懂的词，这是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东西。王大爷摇摇头。墨子，你别钻牛角尖了。张勇说的对，现在种地确实没出息。王大爷，您相信我，这块地将来会很值钱的。陈默认真地说。王大爷看着陈默坚定的眼神，心中有些动摇。这孩子从小就聪明，当兵几年，应该见过世面。那你说，这地能值多少钱？王大爷试探着问。比张勇说的要高10倍，甚至100倍。陈默的话让王大爷瞪大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，一辆2手奥迪开了过来。张勇从车上下来，看到陈默和王大爷在一起聊天。王大爷，您在这里啊？张勇走过来，看了看地上的土坑。陈默又在这里瞎折腾。张勇，墨子说这地里有宝贝。王大爷老实地说。张勇哈哈大笑。宝贝？什么宝贝？土里能有什么宝贝？硒元素。陈默平静地说。硒元素。张勇做出一副很懂的样子。听都没听过的东西，你就别唬人了。张勇，你确定没听过？陈默看着他。张勇心中一虚，因为彪哥确实提过这个词，但他没在意。现在陈默这么问，让他有些心慌。
我当然听过。张勇强撑着说，但是那都是忽悠人的，是吗？陈默的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那你说说，硒元素有什么用？张勇被问住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王大爷看在眼里，心中对张勇的信任开始动摇。算了，不跟你废话。张勇恼羞成怒。王大爷，明天下午村委会开会，讨论合作社的事，您可要来啊？说完，他上车就走。王大爷看着远去的汽车，对陈默说：“默子，你说的硒元素真的有用？”王大爷，我不会骗您的。陈默认真地说：“这块地的价值远不止表面看到的这些。”王大爷点点头：“那明天的会，我听听你怎么说。”这天晚上，张勇回到自己家中，心中忐忑不安。陈默提到的硒元素让他想起了彪哥曾经说过的话。他拿起电话，拨通了王彪的号码。“彪哥，是我，张勇，什么事？”电话里传来王彪粗哑的声音：“彪哥，您之前说过月亮湾那块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”张勇小心翼翼地问。“怎么了？”王彪的语气变得警惕。“没什么，就是村里有个退伍兵在那里挖土，说什么硒元素。”张勇解释。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，王彪的声音变得严肃：“你是说有人发现了那块地的秘密？什么秘密？”张勇更加紧张。月亮湾的土壤确实含有丰富的硒元素，这是我花钱检测出来的。王彪的话让张勇心中一凉，这就是我要那块地的真正原因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张勇慌了。“你说那个退伍兵叫什么名字？”王彪问。“沉默。”电话里又是一阵沉默。王彪的声音变得更加严厉：“你给我盯紧他，不能让他坏了我们的事。明天的会必须拿下那块地。”“是，彪哥。”张勇连忙应答。挂了电话，张勇心中五味杂陈。原来彪哥早就知道那块地的价值，而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第二天一早，陈默又去了田地里，这次他带了更专业的设备，要进行最后的确认。经过一上午的检测，结果让他既兴奋又担忧。这片土地不仅富含硒元素，地下水的品质也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。这样的发现足以让这片土地成为价值连城的宝地。上午10点，村里的广播响了起来：“各位乡亲，今天下午3点，在村委会召开月亮湾土地流转合作社项目动员大会，请大家务必参加。”陈默听到广播，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。中午时分，他回到家中，陈母已经准备好了午饭。“默子，下午的会你去不去？”陈母问。“去。”陈默的回答很简单，但语气中透着坚定。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陈母有些担心。“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陈默放下筷子，看着母亲：“妈，您相信我吗？”“当然相信。”陈母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你是我儿子，我不相信，你相信谁？”陈默点点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下午3点，村委会大院里挤满了人，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，连平时不出门的老太太都来了。张勇穿着一身西装，站在台上，显得格外精神。他的身边放着一个投影仪和几块宣传板。“乡亲们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今天的会议。”张勇清了清嗓子：“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关系到我们村未来发展的大事。”台下议论纷纷，有期待的，也有怀疑的。现在是什么时代？是现代化的时代，是科技的时代。张勇指着身后的宣传板：“我们不能还守着祖辈的老思想，小农经济已经过时了。”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有村民问道。“
规模化经营，合作社模式。张勇打开投影仪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图表，看看这些数据，凡是搞合作社的村子，收入都比以前翻了好几倍。台下开始有人点头，觉得张勇说的有道理。我们这个合作社项目是跟市里的大公司合作的。张勇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有资金，有技术，有管理，有销路，什么都不缺。什么公司？王大爷站起来问。彪哥的公司。张勇提到这个名字时，声音明显大了一些。王彪，王总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，在咱们市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听到王彪的名字，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。在当地，王彪确实有名，虽然名声不算好，但确实有钱有势。彪哥看中了我们村的发展潜力，特别是月亮湾那块地。张勇继续说，他愿意投资开发，带着大家一起发财。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有人问。每亩地每年保底收入3000块。张勇伸出3个手指，注意，是保底，要是收成好，还有分红。这个数字让不少村民动心了。对于靠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，每亩地每年3000块确实不少。可是我们的地怎么办？王大爷问出了关键问题。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统一经营。张勇拿出一份合同，大家放心，都是合法手续，政府支持的。流转多长时间？又有人问。50年。张勇的回答让台下一片哗然。50年，时间太长了吧？对啊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50年，我们这辈子都见不到地回来了。张勇赶紧解释，乡亲们，做大事就要有长远眼光。50年看起来长，但是收益是长期的，而且你们的孩子可以在合作社工作，有固定工资。这个解释让一些人勉强接受了，但还有很多人心存疑虑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：我反对。所有人都转过头去，看到陈默从人群后面走出来。张勇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但很快恢复镇定。陈默，你有什么意见？陈默走到台前，面对着所有的村民，乡亲们，月亮湾这片土地的价值远远不止张勇说的这些。哦，张勇冷笑，那你说说，这土地还能有什么价值？陈默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数据。我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，对月亮湾的土壤进行了专业检测。他举起其中一张化验报告，这里的土壤含有丰富的硒元素，含量达到了国家富硒土壤的标准，地下水的品质也达到了国家1级标准。台下开始有人窃窃私语，什么是硒元素？有人问。陈默耐心解释，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，被科学家称为生命的火种，缺硒会导致多种疾病，而富硒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又有人问。关系大了。陈默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。富硒土壤种植出来的农产品，市场价格是普通农产品的5倍到10倍。这个数字让台下的村民们眼前一亮。王大爷站起来说，难怪我家种的菜，城里人愿意出高价收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不仅如此，陈默继续说，如果我们把这里开发成有机富硒农业基地，每亩地的年收入能达到2万到3万元。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2万到3万，比张勇说的3000块高了10倍。张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没想到陈默居然真的发现了那块地的秘密，而且说得这么详细。胡说八道！张勇拍着桌子站起来，
你一个当兵的，懂什么农业，懂什么土地？我不懂农业，但是我懂检测。陈默举起手中的化验报告，这些都是省农科院出具的权威报告，上面的数据清清楚楚。张勇心中暗骂，陈默居然真的去做了专业检测，而且还是省农科院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张勇强撑着说，你有钱开发吗？你有技术吗？你有销路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光有几张检测报告有什么用？这话确实问到了点子上，台下的村民也开始议论。陈默说的有道理，可是我们确实没有钱开发啊。对啊，张勇他们至少有资金有技术。是啊，硒元素再值钱，我们也不会种啊。张勇看到风向转变，得意地笑了。看到了吧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我们的合作社项目有彪哥的资金支持，有专业的技术团队，有完整的销售渠道。你陈默有什么？他走到陈默面前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我告诉你，这片地我彪哥看上了。你知道彪哥是谁吗？陈默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王彪，市里搞土方工程起家的，现在涉足多个行业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。张勇越说越激动，我跟彪哥是拜把子兄弟，在这一带没人敢跟我作对。台下的村民听到王彪的名字都有些紧张，在当地，王彪确实是个让人敬畏的人物。张勇看到村民们的反应，更加得意。你以为你拿几张破纸就能唬住大家？他一把抢过陈默手中的化验报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撕得粉碎。废纸，全是废纸，纸片飞舞，洒落在地上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相信谁。张勇指着陈默的鼻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跟彪哥是拜把子兄弟，在这一带，谁敢跟我作对？”他甚至走到陈默面前，用手指戳着他的胸口。废物，没钱没势，还学人家强出头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拿你这条命吗？陈默的眼神没有愤怒，反而变得异常冰冷，甚至带上了一丝怜悯。林叔在台下看不下去了，站起来说：“张勇，你说话注意点，默娃也是为了大家好，为了大家好。”张勇冷笑：“林叔，您看清楚了，他就是一个退伍的当兵的，一无所有，跟着他，大家只能饿肚子，跟着我。”至少每年有3000块保底收入。台下的村民又开始动摇了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陈默看着台下犹豫不决的村民们，心中涌起一阵悲凉。他知道，光靠嘴说是不够的，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。他没有理会张勇的挑衅，而是对村民们说：“乡亲们，这地是我们的根，请再信我最后一次。”说完，他缓缓掏出一部看起来很旧的手机。这手机看起来像是老式的非智能机，但仔细看会发现它的材质很特殊，显然不是普通的手机。陈默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电话响了几声，接通了。陈默只说了一句话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。5分钟后，我让你滚出临水村。说完，他挂断电话，静静地站在原地，全场死寂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片刻之后，爆发出哄堂大笑，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，觉得陈默疯了。哈哈，陈默这是要叫人来救场啊？叫谁啊？叫他的战友吗？就算叫来，又能怎么样？这里是临水村，不是部队。5分钟，我看5个小时都不会有人来。张勇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！演戏呢？叫人？你叫天王老子来都没用。他索性从后面搬来一张凳子，
翘着二郎腿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慢悠悠地点上一支。我今天就看看。5分钟后，是谁滚？张勇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吐出一个烟圈。沉默啊沉默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当兵当傻了不说，还学会了吹牛皮。对啊，5分钟让人滚出村子，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有村民笑着说，就是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呢。当兵怎么了？当兵也不能在我们村里横啊。村民们的笑声此起彼伏，有人开始掏出手机计时，有人准备录像。整个村委会大院变成了一个闹剧的舞台。沉默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他的眼神平静如水，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1分钟了，有人大声喊道。张勇弹了弹烟灰，更加得意。看来你的救兵路上堵车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再打个电话催催？台下又是一阵哄笑。2分钟了，3分钟了。张勇站起身来，走到沉默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脸。兄弟，你这演技不错，差点把我都唬住了。不过呢，现实是残酷的。4分钟了，又有人喊道。张勇回到凳子上坐下，得意洋洋地说，还有1分钟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大。村民们停止了笑声，都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。真的有车来了？不会吧，真有人来？会不会是巧合？声音越来越近，而且不是一辆车，听起来像是好几辆车。张勇脸上的笑容开始凝固，手中的烟也停在了半空中。突然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村庄的宁静。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和2辆路虎揽胜以一种蛮横的姿态冲进了村委会广场。车轮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尖锐声响让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。车子带起的尘土铺天盖地，把正在抽烟的张勇呛得连连咳嗽，笑声夹止。整个广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张勇脸上的得意还没有完全消失，那支烟从他颤抖的手指间滑落，掉在地上。迈巴赫的车门开了，一条穿着手工皮鞋的腿先迈了出来，紧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。这个男人约莫40多岁，面有横肉，眼神犀利。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每一步都透着一种让人心悸的威严。张勇看到这个人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。这是他的靠山，他最崇拜也最恐惧的人——王彪，人称彪哥。此刻的王彪脸上没有了往日的霸气和威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肉眼可见的惊慌和谄媚。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西装也因为紧张而有些皱巴巴的。张勇想要说话，但是嘴唇哆嗦得厉害。彪哥，您怎么？他想挤出笑容迎上去，想表现得自然一些，但是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不听使唤。一种巨大的恐惧从心底涌起，让他几乎无法呼吸。王彪根本没看他一眼，仿佛他就是一团空气。王彪带着2个手下，快步走向人群中的沉默。他的脚步很急，甚至可以说是小跑。这种姿态在王彪身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。在所有人震惊到下巴脱臼的目光中，这个在当地黑白两道都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在沉默面前停下了脚步，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90度的深鞠躬。陈先生，王彪的声音甚至带着颤抖，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威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您在这儿。他直起身来，
额头上的汗珠已经滴落下来，打湿了地面。我这个不长眼的手下冒犯了您，我马上处理，马上处理。张勇看到这一幕，彻底傻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。在他心目中如神一般的彪哥，居然对陈默如此恭敬，台下的村民们也都傻眼了。刚才还在嘲笑陈默的人，现在都说不出话来。这个转折太突然，太戏剧性了。王大爷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花了。林叔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，其他村民更是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陈默面无表情地看着王彪，淡淡地问：王彪，我记得3年前在西南边境，你走投无路，是我从雷区里把你背出来的。当时我跟你说过什么？这句话如晴天霹雳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原来陈默和王彪之间有这样的渊源。王彪的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，那段往事如噩梦一般涌上心头，让他的身体都开始颤抖。3年前，他因为参与境外赌博欠下巨债，被人追杀到边境地区。在一次逃亡中，他误入了一片雷区，进退两难，随时可能丧命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军人出现了。这个军人不顾个人安危，冒着被地雷炸死的危险，一步一步地将他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。那个军人就是陈默。您说？王彪哆哆嗦嗦地回答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您说让我堂堂正正做人，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。看来你没记住。陈默的眼神陡然锐利，如刀锋一般切入王彪的内心。这个眼神，王彪太熟悉了。3年前在雷区里，就是这个眼神让他感到了希望，也让他感到了敬畏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王彪连连点头，冷汗如雨般滴落。我记住了，只是一时糊涂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心虚。确实，这3年来他不但没有改过自新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干了更多见不得光的事情。陈默没有继续追究，而是指了指瘫软在地的张勇：你的好兄弟，刚才对我说了很多有趣的话。王彪转身看向张勇，眼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张勇这个蠢货居然敢冒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一脚将张勇踹翻在地。王彪对着手下怒吼：给我打，狠狠地打！张勇被这一脚踢得翻滚几圈，他想爬起来，却发现双腿完全不听使唤。更让他羞愧难当的是，在这巨大的恐惧冲击下，他的膀胱失控了，一股热流瞬间从裤裆涌出。在全村人的注视下，堂堂村霸张勇竟被活活吓尿了，尿液顺着他的裤腿流淌，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滩黄色的污渍。那股刺鼻的味道让周围的人都皱起了眉头。彪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张勇趴在地上哭喊，声音里带着绝望。我不知道陈默是您的恩人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王彪没有理会他的哭喊，继续对手下说：把他这些年吞的钱，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，10倍赔给乡亲们。他指着张勇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打断他的腿，然后送去该去的地方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2个手下二话不说，上前架起张勇就要往外拖。不要，不要啊！张勇的惨叫声回荡在村委会大院里。陈默，陈先生，求您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他拼命挣扎，但是在王彪的手下面前，他就像一只蚂蚁一样无力。我把钱都还给大家，我把合作社的事取消，求求您了。张勇哭得鼻涕眼泪一把流，陈默看都没看他一眼，
仿佛它的存在毫无意义。村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张勇，现在如丧家之犬一般被拖走，而那个他们一直认为老实巴交的陈默，居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背景。林叔最先反应过来，走到陈默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默娃，我们都看走眼了。”王大爷也走了过来：“陈默，你真是深藏不露啊！我们刚才还笑你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”其他村民也纷纷围上来：“陈默，幸亏你阻止了，要不然我们都被张勇骗了。”“是啊，50年的合同，我们想想都后怕。那个硒元素的事是真的吗？我们的地真的那么值钱？”陈默面对村民们的问题，点了点头：“硒元素的事是真的，我不会骗大家。”王彪处理完张勇的事，回到陈默面前，像个小学生一样汇报：“陈先生，我会无偿投资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，全力配合您的任何计划，只求您能原谅我这些年的糊涂。”陈默摇摇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钱。”“那您需要什么？”“只要我能做到的。”王彪急切地问。“你走吧。”陈默的声音很平静，但不容拒绝。“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做那些龌龊事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”王彪如蒙大赦，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从今以后，我王彪绝不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。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上了车。临走前，他又摇下车窗，对陈默说：“陈先生，如果您有任何需要，一个电话我马上到。”3辆车呼啸而去，留下满院子的尘土和震惊的村民。陈默转身对村民们说：“乡亲们，月亮湾的土地我们自己开发，不出3年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”此时的他，在村民们眼中已经完全不同了，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退伍兵，而是一个有着神秘背景的传奇人物。王大爷走上前来：“陈默，你说的富硒农业，我们真的能搞成吗？”“能。”陈默的回答很简单，但充满信心：“我有办法。”“什么办法？”林叔问道。“国家政策。”陈默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答案。国家现在大力扶持富硒农业，我们这样的资源正是国家需要的。村民们面面相觑，不太明白陈默的意思。陈默继续解释：“我会通过正当渠道申请国家级的农业扶持项目，有了国家的支持，资金、技术、销路都不是问题。”“真的能行吗？”有村民怀疑地问。“我用我的性命担保。”陈默的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陈默开始了他的计划。他首先联系了自己在部队的战友，通过特殊渠道了解到了国家最新的农业扶持政策。正如他所预料的，国家确实在大力推广富硒农业。像临水村这样拥有天然富硒土壤的地方，正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。陈默准备了详细的资料，包括土壤检测报告、水质检测报告、发展规划、经济效益分析等等。这些资料足足有几10页，每一个数据都经过严格验证。然后他通过战友的介绍，联系上了国家农业部门的专家。专家们对临水村的情况非常感兴趣，很快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前来实地调研。考察团由5个专家组成，包括土壤专家、农业专家、经济专家等。他们在村里待了3天，对月亮湾的土地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和评估。结果让专家们都很兴奋。临水村不仅拥有优质的富硒土壤，地理位置也很好，水源充足，交通便利，
完全具备开发成国家级富硒农业示范基地的条件。考察结束后，专家组组长找到陈默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小陈，你为国家发现了一块宝地，我们会尽快上报，争取将临水村纳入国家级扶持项目。”3个月后，好消息传来，临水村正式被批准为国家级富硒农产品示范基地。消息传来的那一天，全村沸腾了，村民们聚集在村委会广场上，激动地讨论着这个好消息。真的批下来了，我们村成了国家级示范基地，陈默真的做到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国家级农民了。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很快到位，第一批扶持资金就有500万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设备购置，道路开始硬化，房屋开始翻新，现代化的农业设施一座座拔地而起。村里还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厂，专门生产富硒农产品。最重要的是，村民们成立了真正的合作社，每家每户都以土地入股，按照土地面积和贡献大小分配股份。合作社的所有重大决策都由村民大会决定，真正做到了民主管理。陈默被全体村民推选为合作社理事长，同时被国家农业部门聘为示范基地的总工程师。1年后，临水村的第一批富硒农产品上市，由于品质优良、营养价值高，很快就在市场上供不应求。普通的大米卖3块钱一斤，富硒大米能卖30块钱一斤。普通的蔬菜卖几毛钱一斤，富硒蔬菜能卖10几块钱一斤。村民们的收入翻了10几倍，每家每户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王大爷逢人便说：“多亏了墨子啊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到现在还在受张勇的骗。”林叔也经常感慨：“墨娃这孩子真是我们村的福星。”陈默依旧保持着朴素的作风，虽然身为理事长和总工程师，他没有要什么特殊待遇，工资也只是按照标准发放。他还是穿着普通的工作服，每天在田间地头忙碌。他也没有搬到城里住，还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那座老房子里。只不过现在房子重新装修过了，院子里的桃树也结出了富硒桃子，在市场上卖得很好。村里人提起张勇，都说他已经被判了刑，在监狱里服刑。他侵吞的钱财全部被追回，按照王彪的承诺，10倍赔偿给了村民。至于王彪，据说他真的洗心革面了，不再做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，转而投资正当的实体企业。他偶尔会给陈默打电话问候，但从不提任何要求。关于那个神奇下午发生的事情，成为了临水村永远的传奇。每当有外村的人来参观学习，村民们总是会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故事：一个看似普通的退伍军人，如何用一个电话5分钟内让不可一世的村霸吓尿了裤子，又如何让开着迈巴赫的大人物对他深深鞠躬。这个故事越传越神奇，越传越精彩。有人说陈默是某个特种部队的头目，有人说他有很深的官方背景，还有人说他其实是个隐藏的富豪。陈默从不解释这些传言，也不澄清什么，他只是淡淡的笑笑，说：“我就是个种地的。”傍晚时分，他还是会独自走到田间，蹲下身子抓一把泥土，闻着那熟悉的香味。月光洒在富硒的土地上，洒在那些茁壮成长的庄稼上，这是他的根，也是全村人的根。现在，这片根土地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。临水村的故事传遍了全国，
成为富硒农业发展的典型案例。许多专家学者前来考察学习，许多媒体前来采访报道。但是无论来了多少人，无论外面如何热闹，陈默始终保持着初心。他知道自己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这片土地，为了这些朴实的村民，为了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这就是他的使命，也是他的选择。从一个被人瞧不起的退伍兵，到让村霸吓尿的神秘人物，再到受人尊敬的合作社理事长，陈默的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。但在他自己看来，他始终就是那个陈默，那个想要在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的陈默。土地不会说谎，村民的笑容不会说谎，那些茁壮成长的富硒农作物也不会说谎。这就是最真实的成功，最朴实的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